睡前听完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塔木德，你有没有在深夜里盯着天花板，想过人生的意义到底藏在哪里？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，为什么总带着一丝荒谬的苦涩？塔木德这部犹太人的智慧宝典，就像一盏古老的油灯，在黑暗中闪烁着光芒。它不是一本简单的书，而是一场关于生与死、命运与希望的对话，指引我们穿越苦难，寻找内心的平静。你可能好奇，这部塔木德是谁写的？其实它不是出自一人之手，而是犹太拉比们在几个世纪里集体智慧的结晶。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，犹太人经历了罗马帝国的摧毁，圣殿被焚，流散四方，他们的口传律法，那些关于生活北地，他们人先道情、道德和信仰的教诲面临失传的危机。于是拉比们开始记录这些智慧，先是编纂了米士拿，那是核心的律法汇编，然后在公元4到6世纪，分别在耶路撒冷和巴比伦形成了2大版本的格玛拉，也就是对米士拿的详尽注释和辩论。塔木德的写作动机很简单却深刻，它是为了保存犹太民族的灵魂，在流亡和迫害中，让人们记住如何活得有尊严、有智慧。那些拉比们，许多人自己就饱尝苦难，他们不是高高在上的学者，而是像你我一样，在沙漠的风沙中，在异乡的灯火下，苦苦思索人生的答案。这部书承载了他们的泪水和领悟，成为犹太人对抗命运的武器。现在，让我们一起走进塔木德的世界吧。你想象一下，一个古老的犹太会堂，烛光摇曳，拉比们围坐一圈，辩论声此起彼伏。这不是一本线性小说，而是一座智慧的迷宫，里面藏着无数故事格言和辩论。我们就从几个经典的寓言开始复盘那些冲突与转折，就好像在讲述你自己的人生片段。先说一个关于沙漠中水的故事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在绝境中该如何选择？故事里，2个旅人穿越茫茫沙漠，其中一个带着一壶水，刚好够自己喝到下一个绿洲，另一个却什么都没有，渴得嘴唇干裂，眼看就要倒下。第一个旅人面临抉择，是把水分享给大家，结果2人可能都死在半途，还是自己独饮，保住一条命。拉比们辩论起来了。一个叫本佩图拉的拉比说，分享吧，即使2人同归于尽，也比看着同伴死去好。但另一个拉比阿基瓦反驳，不，先保住自己的命，因为你的生命不比别人低贱。辩论没有赢家，却在转折中揭示了人性的复杂。你看，这不是简单的对错，而是命运的拉锯战。旅人们最终怎么做？塔木德没给明确答案，他留给你去想，去争论，就如人生总在冲突中寻找出路。再来一个富翁与3位妻子的遗产故事，你可能也经历过家庭的纷争吧。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临终前立下遗嘱，大妻子得1袋金币，2妻子得2袋，3妻子得3袋。但他死后，人们打开仓库，发现里面只有3袋金币，怎么分？妻子们吵翻了天。大妻子说，我年纪最大，应该多得。2妻子争辩，我为他生了孩子。3妻子哭喊，我最年轻，最需要。冲突升级，差点闹上法庭。这时，一个聪明的拉比出现了，他说，别急，让我们听听遗嘱的真意。转折来了，拉比解释富翁的意思是，大妻子得不到超过1袋，2妻子不超过2袋，3妻子不超过3袋，但总共就3袋。不，拉比微笑着说，大妻子得1袋，2妻子得1袋，剩下的那1袋给3妻子。不对，再想想，其实是3妻子得3袋中的1袋，2妻子得剩下的2袋中的1袋，大妻子得最后的1袋。等等，拉比的智慧在于重新解读，遗嘱是说大妻子得1袋，意思是至少1袋，但实际分配时调整不。故事的精髓是拉比用逆向思维解决了难题，他让3妻子拿走仓库里的3袋金币，但条件是他必须给2妻子2袋，给大妻子1袋。这样3妻子得了3袋从仓库拿走，但实际分给了别人，满足了遗嘱的字面意思，却公平分配了遗产。冲突从贪婪转为领悟，大家在笑声中释怀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样的转折就像生活中的荒谬，总有智慧的钥匙来解锁。另一个故事关于摩西与天使的决斗。你想象一下，天堂的景象，金色的云朵，天使们环绕上帝，上帝要将托拉律法赐给人类，派摩西上山，但天使们不干了，他们围攻摩西。上帝
这律法是我们天界的宝贝，为什么给凡人？摩西吓坏了，但他没退缩，转折在这里。他开始辩论，用智慧反击。天使们，你们有父母吗？需要敬老的律法吗？你们会偷盗吗？需要禁令吗？天使们哑口无言，上帝大笑，摩西赢了。这个故事的冲突是天人之间的张力，转折是人类智慧的胜利。它告诉我们，命运不是天注定，而是通过争辩和坚持来改变。还有一个语法师的故事，你有没有在干旱的日子里祈求上天降雨？一个叫霍尼的拉比站在田野里对上帝喊：主，下雨吧。天没反应，他画了个圈，站在里面发誓：我不走，除非你降雨。小雨来了，他说不够，大雨倾盆，他又抱怨太猛了，会毁庄稼。终于适中的雨落下，但转折更戏剧，上帝觉得他太放肆，让他睡了70年。醒来时，世界变了，他的孙子已老，他感叹人的一生如梦，冲突是人与神的对抗，转折是时间带来的释然。最后一个关于穷拉比的故事，一个贫穷的拉比查尼娜，他的妻子抱怨家徒四壁，奇迹发生了，桌子腿变成金子，但妻子梦见天堂的桌子只有3腿，因为他们捐出了第4腿。转折，他们选择把金腿还给上帝，宁愿穷也不要欠天堂的债。冲突是贫穷的苦难，转折是信仰的升华。这些故事交织成塔木德的脉络，每一个冲突都像人生的一道坎，每一个转折都带来一丝希望。你听着听着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烦恼也被拉比们的智慧轻轻触碰？现在我们来到塔木德中最触动人心的那一刻，那个关于4个进入乐园的故事。你有没有在人生低谷感受到彻底的绝望？4个拉比本阿扎伊、本佐玛、阿赫尔和阿基瓦决定窥探神秘的乐园，那是上帝的秘密领域。想象一下，他们踏入一个果园，空气中弥漫着奇异的香气，天空如水晶般透明，但冲突爆发了。本阿扎伊抬头看了一眼就死了，那一刻他的眼睛里满是无法承受的荣光。本佐玛疯了，他喃喃自语，脑海中回荡着永恒的回音。阿赫尔成了异端，他砍倒果树，背弃信仰，泪水混着血水滴落。唯有阿基瓦平安出来，但他也变了，脸上刻满沧桑。情绪在这里高潮，绝望如潮水涌来，你能听到拉比们的哭喊，那沉默的果园里回荡着人性的破碎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挑战了命运的界限。阿赫尔的背叛是最痛的转折，他从虔诚转为荒谬，只因一眼天堂的真相太残酷。停顿一下，深呼吸，你感受到那种从巅峰坠落的痛吗？但阿基瓦的幸存又带来一丝领悟的曙光。这场景像血液里的孤灯，照亮了苦难的核心，人性在神圣面前的脆弱，却也孕育着希望。听着这些故事，你有没有发现塔木德的核心不是教条，而是对人生的深刻洞察？它像活着里的福贵，在苦难中寻找活着的价值。又如命若琴弦里的盲人琴师，拉断1000吨弦才见光明。哲理在这里升华。首先，生与死不是终点，而是旅程的一部分。就像沙漠水的故事，你的生命不比别人低贱，先保全自己，才能拯救更多。这不是自私，而是对责任的担当。你可能也想过，在命运的荒谬中如何寻找意义。塔木德说，通过辩论和智慧，那些拉比们的争执不是无谓的吵闹，而是对抗苦难的武器。人性本就复杂，有贪婪如富翁的妻子，有骄傲如霍尼，但转折总在领悟中到来，释然于时间，释然于信仰，再深一层希望藏在爱与责任里。穷拉比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贫穷不是耻辱，欠天堂的债才是。这升华了活着的价值，不是积累财富，而是积累善行。犹太人为什么能在迫害中生存？因为塔木德教他们重视教育、道德和社区。金句：学习不是铁锹，用来挖世俗的金银，它的果实在来世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和我们的人生哲理相通？在现代的喧嚣中，我们常迷失于物质，但塔木德提醒，对抗命运不是反抗，而是智慧地适应情绪，从绝望转向领悟，再到释然。就像琴弦断裂后，琴声更悠扬。核心思想：人性虽有荒谬，但通过希望和责任，我们能找到内在的平静。结合故事，它阐释了苦难是试炼，智慧是钥匙，
爱是永恒的灯火。朋友，听完塔木德，你是不是觉得那些古老的智慧就藏在你我的日常里？从沙漠的干渴到乐园的破碎，再到遗产的纷争，它像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对生死的困惑，对命运的抗争。最终我们释然，活着不是为了逃避苦难，而是用智慧拥抱它。现在轮到你了，你有没有一个时刻感受到人生的荒谬，却从中找到一丝希望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，我们一起探讨。晚安，愿你的梦里有塔木德的光芒。